一言以兴邦，一言以丧邦啊！韩红啊，凭一己之力就把中国的慈善业几乎都毁掉了。现在呢，中国的网友和大 V 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中国的慈善基金会太多太泛滥了，而且呢，中国的慈善法规也不公平。其实呢，最开始的时候呢，人民群众还是在这个关注韩红基金会是否存在着铺张浪费的现象啊。有网友发出的采购清单说，买个硬盘盒1000，希捷硬盘1万，买个希捷硬盘1万啊，戴尔台式机52000，还有什么1万多的苹果电脑，是35000块钱的电视啊。那基金会说呢，这个这是我们的需要。是吧？有的是需要剪辑视频，有的需要这个高配置电脑来记账，对吧？啊，但是呢，网友们觉得我们这块八毛的是吧？那个一个月我们拼死拼活挣几千块钱，还给你月捐，你好家伙，你这给我们去全给浪费了，是吧？不满意这个事儿，我不是说啊，这个老是说韩红，有一批人质疑他，而不是说没有人支持韩红。我一直说也有一些韩红的铁粉支持韩红，不过他们的表现呢，至今为止令人失望啊。比如说跑到我这儿来骂街的那些，一看就是脑残，说仁义极端必脑残嘛，他们跟那个独轮运的邪教分子没什么两样啊。其实也有人试图理性的支持韩红，可是这种声音在中国的网络上太少太少了。韩红老师值得被这样黑吗？呼吁大家理性思考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康故事。最近中国互联网上又掀起了一波针对韩红老师的集体声讨，很多博主和 UP 主翻出他以前的各种老画面，抓住他说过的某些话，吹过的某些牛，反复剪辑，反复放大，骂得特别起劲。说实话，这些东西确实存在，但他们本质上就是人性里最基本的小弱点。谁没说过大话？谁没在激动的时候夸张过？普通人这样，没人会揪着不放。换成公众人物，就成了罪证，要被无限放大，彻底抹黑。这公平吗？韩红老师这些年到底在做什么？很多人其实心里清楚，他一直在扎扎实实做慈善，把医疗队一次次带到西藏最需要的地方，帮了无数普通人。这些是实打实的善行，不是嘴上说说而已。我特别想对正在看这条视频的你说几句，请保留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，不要轻易被网络节奏带偏。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，最重要的是看他做过什么事儿，而不是他有没有人性里的小瑕疵。我们都能原谅自己偶尔吹牛，偶尔说错话，为什么就容不下明星的一点小问题呢？更重要的是，我希望大家把现在这些专门做黑韩红视频的 UP 主和创作者记下来，他们要么是替别人当喇叭，要么是自己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，靠流量和情绪收割饭碗。把这些人标记一下，以后多留个心眼儿。只要韩红老师没有爆出极端恶劣的犯罪问题，我就永远站在他这一边。因为他真的值得被这样对待吗？如果连他这样长期做慈善的人都要被这么黑，以后谁还敢站出来做慈善？哪个名人还敢真心实意的帮别人？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更多温暖和善意，而不是无休止的撕咬和放大镜式审判。希望大家多一些理性，少一些戾气，支持真正做事的人，给善良多一点空间。我是小康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个显然这个 AI 稿子，这是韩红基金会的稿子吗？不过发这个视频的是一个粉丝只有50个的小号，我就愣没找到一个大号维护韩红的。而且如果这是韩红基金会的稿子，这是要给网友拉清单呐。
谁批评韩红必须得给小本本上记下来，怎么着？以后韩红要搞什么清算吗？而且这个50个粉丝的小号被那个中国的群众骂了2000条。置顶的有一位说韩红是军人，是国家干部，他有什么问题有党纪国法管，群众监督，舆论监督只能在权威部门做出明确结论以后，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点评，在组织上没有明确整个事情真相之前，所谓的群众监督，网上的舆论就是捕风捉影。然后下边一群人说，还军人，你有空查一查他吧，入伍记录啊，配不配军人呢？还是要查他的那个入伍记录了。说按你的标准可能不够，因为世界上只有你最能干啊，还军人。我们看看啊，再往下看。哎呀，这个事儿可有意思了。说这些条啊，咱们看啊，网上有很多人啊，把群众的质疑说成是诋毁，把群众的监督说成谩骂，害怕群众监督。如果是光明正大，为什么要害怕群众监督呢？韩红慈善基金会不是神啊，说韩红是军人，是这个还套牌吗？啊，是军人还开套牌车吗？是军人还吹牛哈佛录取吗？支持严查网友的质疑，给韩红一个公正的评判，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。那你公布细账啊，这样说是吧？啊，我相信他，更相信他拿到了哈佛通知书，如果亮相一下，就更有说服力了。啊，说李亚鹏人家为什么不去质疑呢？接受群众监督，接受国家纪检检查，看看有没有滥用善款啊，有没有非法回扣。是吧？个人捐的善款不帮扶个人，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。不是骂，不是黑，是质疑。他是公众人物，他是国家干部，他是军人，所以公众有权监督啊！你看这个小号，肯定是韩红基金会的人嘛？哎呀，逐条的这么苍白的辩解呀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说把祖国的温暖送到边疆，我偏要改成我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，因为我买断了版权，温暖肯定是我送的。啊，这好家伙，至今没人骂他是坏人，但是大众对他的作秀啊、演戏这个做派深感厌恶啊，对吧？哎，看到了吗？80%-90%全都是质疑韩红的，这个小号太苍白了。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慈善组织？我在民政部相关的网页查了一下，仅仅北京一个地方就有300家。你以为很多是吗？再来看看江苏，一个页面10家，他们有300多家。更夸张的是广东有700多家慈善机构。而且啊，我发现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呢，这样的慈善机构就越多。当然了，你肯定会说有钱人更善良，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慈善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就非要自己去组一个基金或者公司吗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这里有我们普通人不知道的生意门道呢？来给大家看一看，这个是2019年税务部门官网的一个公告，里面明确的说了可以抵扣30%。比如你捐个1万块钱，而你今年交税的总额超过了4万，它的30%就是12000，这样呢，你1万块钱的捐款就可以全部抵税了啊！你今年只需要交2000块钱就行。当然了，可能会因为各地和每个人的情况有所不同而变化，本质上就是可以抵税，你要交的税越多，也就抵的越多。然后我就很神奇的发现，某基金的捐款额这几年的收款一下子从2个多亿涨到了7个多亿啊！有没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这几年国家对明星和网红查的税查的很多呢？别问就是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啊！多说一句，如果你捐过款，你也可以找这样的慈善机构出具收据，是可以拿去抵税的。除了抵税之外，再给大家看一个新闻，这个呢是南方都市
时报2年前的报道，就是利用慈善的外衣为电诈洗钱。在这个新闻里明确的说了流程，很粗暴哈，就是个人登记设立慈善基金会，然后直接接受电信诈骗的钱，然后再把这个钱转出去。当然了，肯定还有更复杂的一些方式。虽然我是一个严谨的财经博主，但是我真的不敢在这个地方说太多。稍微提一嘴哈，2个小细节，一个呢就是进行基金的混合啊，比如说我这里有10个亿、9个亿都是合理的资金，但是1个亿不是，现在混在一起了，你就不好区分了，是吧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设立虚假的受益人或者受益机构，把钱转过去。前几年老美那里也报了一个案例啊，也是很魔幻，竟然设立了76个假的机构和受益人去洗钱。老美那边这样的案例更是层出不穷。除了抵税和洗钱之外，慈善基金会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生意模式，就是艺术品的拍卖，对吧？这个也是我们在新闻里面见过最多的了啊！是不是以为那些被拍卖的字画呀、纪念品啊都是捐赠者免费捐的？有些是，但是有相当的一部分它不是。这里的操作空间我就不敢多说了啊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《黑金》，那里面就有这样的机构和操作的手法。其实呢，这也是很多人进入到某些圈子的方式啊！你拍了某慈善机构的100万艺术品，总比你说给了100万的门票要好听，是吧？这年头都是要面儿的，对不对？这不就是个生意吗？至于拿到了捐款之后，在捐款的方向以及采买上的问题，我就不多说了，这个是属于常规的操作了。有钱的地方就一定有生意，是不是？不合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一个道理吗？最后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，就是在这一次国内的某基金会争议当中，很多粉丝站出来吹香港的某一些明星基金会啊，他们都会说啊，这些人的基金会就从来不寻求公众的捐款，以此来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。我觉得大可不必啊。为此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，在香港你公开募集捐款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就有专门的条例和税收法规去管理你，而且每一年都需要公开自己的账目以及发审计报告。很多明星根本没有办法每一年从老百姓那里募集很多的钱，然后花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做报告，是不是合算呢？他们也会算这笔账，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。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就是香港的很多慈善基金都给家族的信托基金是挂钩的。我看到了24年的一篇报道，嘉道理家族和利希慎家族的慈善基金就是和家族信托关联的。要知道这2家都是顶级老钱啊，最早版本的香港4大家族，是吧？他们谁愿意把自己的账目给公开呢？所以说不要动不动就去舔人家啊，觉得呀这些基金没有公众募捐，道德上就有多么的优秀，真的没必要拉扯。虽然我上一个视频被某些人投诉下架了，但是在这里还是要客观的说一句，论公开透明以及审计报告的详细程度，韩红基金会在这一方面绝对是属于断档领先的。你就想想其他的基金会是什么样子了。好了，都看到这里了，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赞吧。我是苏黎，我们换个角度看这个魔幻的世界。现在群众们开始质疑，说中国的这个慈善机构是不是太多了？网络大 V 向立刚也说说公益啊这个话题大家很关注啊。我以前呢也喜欢捐点款，有一度呢每周是必捐一点，不过后来我不再捐了。了解了其中情况，我只相信好好交税才是最大的公益。我相信政府会代表我会关注弱势群体，给弱势群体提供帮助，自己不出钱让别人出钱，然后去做公益。如果你真了解情况，普通人可能会昏倒在地上。为什么说公益是一桩大生意？说我有多年的财会经验啊，也做着企业，给大家做一个基本分析。如果一个慈善机构一年获得1亿元的募捐的款项，基金会的管理费上限是 10%， 也就是1000万元可以用于管理费。社会团体民办的社工机构的管理费上限是 13%， 也就是1300万元可以用于劣质管理费，其余的钱是用于做慈善业务的。那么中国的企业是个什么情况呢？中国的规上工业企业毛利率是 16% 左右，普通中小制造企业毛利率是 12% 到 14%， 也就是说你做制造业你辛苦干1年，营收是1亿元，因为你要有硬的成本开支。中小企业也只有 13% 的毛利率，你自己能支配的只有1300万。这1300万对于中小企业需要交房租、开工资、付利息、交税、做产品研发、支付宣传、差旅费用，最后能有的利润就非常微薄了，不亏损已经是非常不错了。一个公益组织如果募捐了1亿资金，那真是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呢。首先这1亿资金可以存在银行里有利息的，不但不要和制造业一样付利息，还有收入，也不需要交税，只要用这些钱开工资、
付房租水电就可以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很多对于制造业不得不支出的开支，公益组织却是业务成本。比如说，一个慈善机构募集了1亿资金，它的管理费是1000万，业务开支是9000万，这是慈善活动的钱。要给某地医院捐20辆车，这车是100万一辆，20辆车开支2000万，这是慈善业务成本在9000万中开支。但是做一次慈善捐总不能悄悄的把车开过去吧，还是要办一个活动的，组织100个人的队伍送医疗设备上门。这队伍包括了慈善机构领导、管理部门领导，还有20个媒体、10个摄影师，还有自己的工作人员，策划宣传活动管理相关人员。当然有朋友对慈善活动有兴趣呢，也可以带上。还要制作统一的服装、彩旗，还要自己要乘的车辆。所有的这些开支不是管理费，而是要列支到慈善业务成本中的。不知道大家看懂没有啊？1个亿营收的制造企业有1300万的毛利，那是所有的各种开支都要在这1300万元中间出，除了工资以外还要交税，承担各种义务。募集1亿的慈善机构可以有1000万的管理费，不要交税，没有融资成本，不需要承担社会义务。要开支，其实除了工资和房租，都可以在慈善成本中出钱的。所谓的慈善机构的领导为什么可以拿几十万一年的工资啊？买电脑就要买苹果电脑啊，因为只要是募到了钱，那钱真是没地方花呀。而且这个钱要捐给谁，什么标准，为什么要捐，国家也没有规定，白给钱，要操作起来太容易了。要是有慈善机构给我捐2000万元的设备，给个200万的回扣，我也是愿意的。谁不想要这2000万的设备呢？做实业的一年干1个亿营收不容易了，可能还要把家里的房子抵押给了银行。做慈善就怕你拿不到公募资格，只要拿到资格要弄钱太容易了。一个混合所有制的公司给一个慈善机构捐款1000万元，这只要是董事长积极推进，又免税又有宣传效果，慈善机构再赞助这个董事长去登一次珠峰，大家都有所得，企业有了宣传效果，慈善机构得到了捐款，董事长登山的钱也有人出了，大家还都不违规。你把这些想清楚了，有些人愿意捐款，但是他乐意，我管不着，但是我肯定不会。我有钱给员工多发点奖金，给国家多交点税，交党费也行啊。帮助弱势群体，我只相信政府，因为有巡视组，因为有纪委，有各种各样的监督。要我相信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啊，以为他能代表我，你以为我傻呀？中国大 V 看得明白吗？各位，点个订阅，下期再聊。